家好，现在呢，我从这个龙渡码头下了船了，现在跟着这些电站车大军鱼贯而出。前方的路我也不认识啊，我就跟着大家往前走。今天天气凉快的，幸好呢不下雨。好，现在呢已经来到了路上，从这边开始出发，开始我到了浦东，今天第二段的骑行。想当年呢，上海没有几座桥的时候啊，全部都是要靠这种轮渡来摆渡。现在我看这些轮渡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，叫世博轮渡，样式都一样啊，都是下面走车走人，上面有个平台，也有个休息室，甚至大家可以在甲板上呢望江看看风景。没一会儿呢，就到达了对岸。从这边街旁的景象呢，应该是农村。看到这些房子基本都是村屋。只是今天呢，遇到我的相机啊，出了一些觉得有点蹊跷的事。就是原来呢，它能够找到我的蓝牙麦克风，因为这个蓝牙麦克风呢，它是有个名字的。但现在呢，它貌似也连上了，但是仅仅是 AirPods。虽然我知道这个麦克风应该可以替代 AirPods。但我不知道它最终到底连上了没有，效果到底如何，只有回到家以后来修剪视频的时候才会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这边呢有一个乡村的一个头的小公园。塘口村孙家仔河，看到有条小路啊，我就骑进来，看看能不能走得通。这边呢就完全是村庄的景象啊，村前屋后呢有很多的村民的自留地，看到农民在那边劳作。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路，不管3721就拐到了里面，因为我总觉得农村的村里面总比外面的大马路骑起来有味道。经过
一座周浦塘桥，这里有个周浦塘水闸，这条路叫水闸路。这边是塘口老街，我没有看到有街的模样呀。再看到一条河，可能就是周浦塘吧。今天唯一失算的呢，就是天气稍微有点转冷，风很大。但我看了看呢，现在的温度应该20来度，只是这个风吹在身上有点凉而已。其实温度并不是特别低。在水闸路上骑过立耀路，哇，今天风怎么那么大？居然没有路可去。骑到人家家门，但是没有找对路啊，这边无路可去，只能原路返回了。
现在转入比较大的一条马路，叫利耀路往东走。这边呢，还是一片一言难尽的农村地带。前方是一条比较大的路，叫普瑞路，我要右转看看。终于走出了一片村庄，眼前呢一片开阔。右侧有个医院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。看来这边很多的居民楼啊。友谊河桥。这边呢，我相信应该是闵行的浦江镇。
骑过江原路。骑过莲塘路，我觉得我应该左转了。浦东的马路啊，非常的宽敞啊，绿化很好，最重要的是没什么人。右侧呢是非常大的一片公园，我看左侧这些房子都是有点像拆迁户的那种社区。趁着换了一块电池的时候呢，我又检测了一下我的蓝牙麦克风，还是没有找到我的设备，但是呢它也连上了 AirPods，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这个到底是真的连上了还是没有连上了。好，现在呢我还是拐到了福井路上，向着这条路一直骑下去才能到达我的目的地。这里呢真的是水网纵横，这些马路绿化都很好，中间都做了路中央的公园。
我刚刚看了一下时间，已经到了下午的4点钟了。而我前方导向的目的地呢，还有50来分钟。然后要从那边回去呢，我估计少说1个半小时。所以我就有了一种想法，今天放弃去大泽河滨的公园，转一下浦江郊野公园，就准备从黄河路回去了。主要呢是考虑到等一会儿天黑了，骑行就会有些视野不清，存在一些安全因素。再加上呢，好像这个天越来越冷的感觉，更不排除会突然下起雨来。所以我觉得见好就收啊，左思时务者。其实这里呢，已经基本上到了浦江郊野公园的区域了。这个郊野公园非常之大，但是呢，我只是到江边去报个到，稍稍的骑一段呢，就准备回家去。左侧呢就是上海浦江郊野公园的3号大门，转入昌宁路，希望那边有一条小路可以进到江边去。转到马路的这边，我就看看有没有什么路可以通到这个公园里面去的。好像是有一条路，太好了，浦江郊野公园。
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，而且天气也不是很美，所以呢，我就不做停留啊，就在这个公园里面穿行而过。但愿等一会儿呢，可以去到江边啊，稍稍的期待。浦江郊野休闲运动基地，这公园里面呢，还有一些没有搬走的农家。应该还有个村庄在这里啊。完全是一处乡野的地方，非常自然，非常绿色。这边还是有一些公共卫生设备啊。看来我是找对路了，走一段木栈道，应该就可以去到江边。我已经看到明浦大桥了。哦，这个栈道曲里拐弯。感觉我还是走错了一条路啊！这边已经来到了大马路上了，但也无妨。
感觉这边还有一条小路啊，看能不能拐到对面的公园里面去。这是一处水塘，这边是不通的，好吧。看到这个水闸的河道里面停了一些运输船呢，你看啊，这就是携家带儿的跑船的人家，他们就生活在这样的船上。好，现在再绕回到这条大路上来。前方呢有一个渡口，应该也是可以摆渡的，但是呢，我还是想到郊野公园里面去转转。那边有一条小路可以骑到江边。
或许等一会儿可以过来搭这个摆渡船也可以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黄浦江边了，正对着呢就是徐浦大桥。这边呢有一条路可以过河。我也省点力啊，推着车上桥吧。我看这个河滩上啊，都长了很多的芦苇啊。
今天呢，我们就不去太远地方了，就在这个浦江这儿公园的一个休息区，也是一个停车点，结束我第2段的骑行。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下一段再见，拜拜。